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编。今天我们来讲个毁三观的案件。三个智商正常的成年男人，居然同时爱上了另外一个怀孕的男人。第一个跟他大办酒席，喜结连理；第二个为他抛妻弃子，净身出户；最后一个对他一往情深，百依百顺。同居数月的肌肤之亲，却没有人发现他的真实性别。故事还得从中国浙江省的湖州市说起。2013年某天，当地一个名为张强的男子坐在凳子上，大口大口地吸着烟。此时他五味杂陈，因为就在刚刚，他又跟妻子大吵了一架。回想前几年创业时的决心，再看看如今投资失败的结局，张强觉得自己就是个 loser。人到中年，不怕满脑肥肠，就怕上有老下有小时事业不顺。因为生意决策上的事情，妻子和他最近频频争吵。每次来到情绪顶峰时，妻子难免大发牢骚。当初叫你不要那么冲动，现在搞成这番模样，我看你怎么收场。说完后，妻子便摔门离去，留下了一片死寂的宁静。过了一会儿之后，房屋里突然传来了一声清脆的响声。张强打开手机一看，紧绷的愁容马上舒缓了很多。发信息给张强的人名叫钱月华，这个小巧玲珑的年轻女孩。年初时，两个人通过社交媒体偶然认识了彼此。对于这位陌生网友，起初张强并没太在意，但在看了对方的朋友圈之后，就突然来了兴趣。这位女网友是个医学博士，毕业之后就在南京军区的某个医院工作。在朋友圈里经常分享自己的动态，从日常游玩到工作经历等等。他大大方方的分享欲，满足了张强窥探别人隐私的好奇心。在你一言我一语的交流后，两个人熟络了起来。每次张强遇到烦心事时，都会找这位女网友聊天。每一次钱月华都会耐心倾听，并为他排忧解难。俗话说得好，千金易得，知己难寻。在网上聊了几个月后，两人就相约在线下见面。起初张强害怕对方心怀不轨，但和妻子一次又一次的争吵，就让他觉得自己在情感上迫切需要一个宣泄口。见面之后，张强发现钱月华跟他朋友圈里的状况基本一致，高高瘦瘦，面容姣好，干净利落。面对这样一位女神，张强觉得自己踩了狗屎运。这女人比他想象中的更优秀。相处了一段时间后，两人在酒店里发生了关系。也许是因为第一次的缘故，在亲热中，钱月华提出了很多要求，例如把所有灯关掉，以及不能乱摸等等。尝到一次甜头后，张强就彻底迷恋上了对方，隔三差五就把对方约到酒店。可能是因为保护措施不到位，钱月华不小心怀孕了，还是对双胞胎。看着彩超报告单，张强非常惆怅，因为他当时还没有离婚，家里还有个5岁的儿子，突然之间多了一对双胞胎，又适逢自己事业不顺，经济压力可想而知。加上钱月华是军人身份，一旦未婚先孕和打胎的事情传出去，那张强后半辈子那就是废了。看出男友心思的钱月华就表示，孩子由他来养，以他的收入和学历，照顾2个孩子是轻而易举的事情。听到这话，张强泪流满面。我上辈子是不是拯救了银河系？这辈子居然能够遇到这么好的女人。不过几天后，钱月华表示，为了2个人能够顺利在一起，他决定去美国留学，再读一个博士学位，顺便在美国分娩，这样孩子就能够直接获得美国国籍。等到毕业后，自己就带着孩子和你回国团聚，一起享受天伦之乐。为了保护这段感情，张强就决定和原配妻子离婚，并且净身出户。签字那天，妻子告诉他，女人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经常是不一样的东西。可张强完全没听进去，他满脑子想的是新女友钱月华，还有他们的美国梦。没办法，女友肚子里已经有了自己的孩子，那自己就得尽父亲的责任。离婚前，张强贱卖了自己工厂的设备，加上跟亲戚借来的钱，一共凑了3万元人民币，然后全部直接转给了女友，当做他留学的生活费。机场送别那天，
张强握着女友的手，依依不舍地说了再见。为了让女友顺利完成学业，也为了让孩子实现奶粉自由，离婚后的张强开启了疯狂的打工模式，不是在打工，就是在打工的路上。直到后来某天，他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，这个电话让打了鸡血的张强马上萎了下来。打电话给张强的人是个名叫王斌的男子，当时他在电话里发出警告：钱月华是我女朋友，我们2个人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你要再敢来骚扰我女友，小心我把你剁成肉酱。在挨了一顿骂后，气愤的张强和对方吵了起来。挂断电话后，他回想起了和女友相处时的细节，发现女友确实存在异常，例如经常会背着自己打电话。想到给女友转了那么多钱，张强觉得需要核实女友的身份，但女友是个军医，单位涉密，普通人根本没法直接核查。突然之间，他想起女友说过自己认识派出所的所长，于是张强就报了警。不出意外，所长根本就不认识女友，对钱月华这个名字也是毫无印象。在警方的追问下，张强就把和女友认识的全过程说了出来。所长也很生气，我最看不惯的就是总有人喜欢自称认识我。根据通话记录等线索，警方确定了钱月华的行踪，他根本就没有出国。在某个街道上，他被警方带上了警车。期间，有名从部队转业的警员试探性地问了他几个问题，但钱月华一问三不知，只是一直坚称自己是军医。当时他怀着6、7个月的身孕，从言行举止来看，确实很像是个孕妇。警员把钱月华这个名字输入系统查询，结果发现根本就没有这个人，所长也根本没见过钱月华。大概半个小时后，钱月华说出了自己的真实名字。这一次虽然确实有这个人，不过却显示的是男人的性别。而知道事情已经瞒不住的钱月华，就当着警员的面脱下了身上的硅胶内衣，还有一个可以调节大小的假肚子，然后放到警员办公桌上。他看着眼前这一幕，值班警员一脸震惊。很快，王斌和张强就被叫到了警局。冤家路窄，两人一见面时，彼此之间就充满了火药味。就在他们准备大打出手时，警方的一番话让他们大吃一惊。钱月华的军人身份是假的，而且根本没怀孕。另外一个，你们没有女友，她不是女的，而是男的。听到最后一句，气氛顿时安静了下来。2个人面面相觑，大脑一片空白。阿 Sir， 你是认真的吗？因为就在此前，2个人还分别和钱月华同居过，发生过多次关系，所以钱月华怎么可能会是个男人呢？直到看到钱月华从一个身怀6甲的孕妇变成了身材平平的模样之后，2人才知道自己被人骗了。审问过程中，警方获悉，除了张强和王斌，钱月华还交往了另外一名男子。2013年，来自浙江省杭州市的单身男子老刘，就通过微信摇一摇的方式认识了一个妹子，她就是钱月华。打开对方朋友圈一看，这妹子长相甜美，军人背景，博士学位，工作稳定，还是心胸外科的医生。唯一的缺点就是家庭条件背景非常一般，从小父母双亡，家境贫寒，多年来好不容易才走到现在。目前最大的心愿呢，就是想找个男人组建家庭。看到这话，老刘就觉得自己的春天来了。2人在网上聊得水深火热，把对方当作是彼此的灵魂伴侣。后来钱月华还跟部队请假，谎称是从南京专门来到杭州，只为见上老刘一面。见面当天，看到身穿军装的钱月华站在眼前时，老刘的疑虑一下子少了一大半，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。那一刻，他连2个人孩子的名字都已经想好了。见面后，钱月华表示自己就喜欢你这种朴实无华的老实人。初中毕业，收入一般的老刘，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居然能够找到高学历伴侣。很快，2个人就发生了关系。第一次亲热时，老刘觉得在钱月华身上能够体会到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铁要趁热打，在发生关系之后，他们2个人就开始商讨婚姻大事。
老刘还把钱月华带回了农村老家，见了7大姑8大姨，而且令人震惊的是，众人竟然也找不到钱月华的破绽。一段时间后，钱月华就说自己怀孕了。第一次当父亲的感觉就让老刘高兴不已，他马上就让女友帮忙办了结婚证，此后又花费8万元人民币在村里大办酒席，把周围能请的人都给请了。从此我老刘就不再是光棍了。婚礼那天，他流下了激动的眼泪，可老刘怎么也想不到，他还得再掉一次泪。为了让妻子安心，他把用作新房装修的存款全部转给了妻子。就当老刘满心期待孩子的降临时，妻子却突然说自己的假期休完了，部队让他马上回到南京工作。无奈之下，老刘只能和妻子各处一方，开启了相思恋。可在第二天，钱月华就买了前往湖州市的车票，开始狩猎第二个目标张强。从张强身上骗到钱后，钱月华又把目标瞄向了28岁的王斌。根据资料，王斌初中辍学后就直接外出打工，也是通过社交媒体的方式偶然认识的钱月华。认识没多久后，两人就开始同居。从没碰过家务活的王斌硬是学会了家庭主妇的18般武艺。面对王斌的疑问，钱月华就撒谎说部队给女兵开了绿色通道，允许抽空恋爱，还有延长假期。在相处6个月后，钱月华就知道自己是时候离开了。在离开之前，他还以各种理由索要钱财，但王斌表示现在是自己的低谷期，他想留点钱待以后创业。有一次，王斌发现女友居然挺着个大肚子，把一辆电动车从地上扶了起来。看到这一幕，他很是心痛。他觉得女友心里应该是在赌气，这么危险的事情都不愿叫他帮忙。从此以后，除了在金钱上拒绝女友，王斌总会满足女友的一切要求。白天在厂里干完一天的活，晚上回到家继续干家务活。不过王斌发现女友似乎总是喜欢背着自己打电话，有几次他还听到了男人的声音。趁着女友不注意的机会，他就记下了女友手机的密码，并将高频通话号码记了下来，而其中一个就是张强，这才有了我们前文中张强报警的一幕。办案多年，警方遇到过各种牛鬼蛇神，但钱月华这么特别的案子，他们还真是第一次见。3个大男人居然跟一个男人交往了这么久，而且他们3个人居然连这个男人的性别都分辨不出来，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。说到这里，肯定有人会说小袁我又在编故事，因为3个男人都和钱月华有过做爱的经历，怎么会可能没发现钱月华不是女儿身呢？这就得说下钱月华的3大绝招。第一个绝招，科技辅助。这件案子被新闻报道后，有网友猜测钱月华很可能穿了一种硅胶内裤，说白了就是一种成人用品，从肚脐眼下方到大腿根部，不但能够完美掩盖男性的生殖器官，还有逼真的女性下体器官，但是仅有下半身还是不够的。为此，钱月华又搞了一套上半身的硅胶道具。而第二就是钱月华的身体特点。虽然他身高1.65米，但是骨架偏小，身材偏瘦，皮肤白皙，加上因为激素分泌的问题，喉结还有胡子等第二性征并不是很明显，堪称是自带女装大佬的天赋。为了让自己假扮得更加自然，钱月华还仔细观察了其他女人的言行举止，模仿她们说话的语气、走路的方式等等。在和其他男人发生关系时，他还会提出关灯这些要求。他配合他那原本就酷似女人的声音还有节奏，黑灯瞎火之下，3个男人都被他给骗了。而且只要一怀孕之后，他就会拒绝对方的性要求，也不给对方随便摸自己的肚子。最后一招则是心理战。要想成为合格的海后，致命的情感牌那是不能缺少的。作为男人，钱月华深知男人在情感里面要的就是征服欲还有收益率，每次在这些方面给他们一点小甜头，他们就会像宠物狗一样一直跟着你。在物色狩猎目标时，钱月华的用户画像就是那些文凭低、眼界窄的传统男人。钱月华的每一步操作还有暗示，可以说是既接地气又带点小文艺，他能让再直的男人都明白他的意思。为了完成骗局，
他还选择了假冒军官的身份，因为军人的身份在普通民众中占比很小，一般人根本就没法直接辨别。同时，军官也是一种社会地位的体现，博士学历、军区医院、主任医师，这些头衔足以吸引全天下婆婆的眼光。当然，现在这个社会信息发达，绕冒充也得懂点三脚猫的功夫。钱月华就是如此。在他老家的住所里，警方就发现了很多医学类的入门书籍。走访时，村民还告诉警方，钱月华真是个医生，感冒发烧小病、打针开药这些事情他样样都会。但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位医生是靠自学成才，而且钱月华还有个奇怪的要求，不会给陌生人看病，直接诊熟悉的亲朋好友，杀熟不杀生，这想想都让人觉得感动。为了打造更好的人设，除了在择偶条件上做出让步，钱月华还在硬件上下了功夫。他买了一套军服，专门用于拍照，精心挑选地点，精心编写文案，然后发到自己的社交账号。而肉饵做好后，就通过微信群还有摇一摇等渠道把他们拍到人群中，然后就开始姜太公钓鱼，愿者上钩。不同于其他酒托之类的杀猪盘，钱月华和目标见面的地点从来就不选择高档场所，只会选择那些公园或者大排档这些小场合，以此体现自己不拜金还有善解人意的形象。而在帮目标建立起求偶自信之后，他通过欲拒还迎的交流还有暗示，让对方和自己发生关系。在心理和生理上，张强等人就以为自己已经征服了猎物，殊不知真正的猎人此刻正躺在床上假扮猎物。为了减轻情人的心理压力，他会疯狂地给对方画大饼，主动表示自己愿意承担一切。至于领结婚证的事情，钱月华就以部队涉密或者有自己的办事渠道为由，让对方把材料都给他，让他负责去跟部队申请，然后赚头呢就在网上办一些假的结婚证，并送给目标当作是纪念品。除此之外，钱月华还伪造了很多稀奇古怪的文件，比如说所谓的什么恋爱申请表等等。受害者老刘就表示，接到警方电话让自己到警局接受问询时，他一直以为自己是接到了诈骗电话，直到在警局里亲眼看到钱月华的真身后，他才知道自己被骗得有多惨。得知真相后的他和结婚时一样，也流下了激动的泪水，只不过这一次他激动得想打人。当初钱月华结婚时就说过，要让老刘记住他一辈子，这下好了，能够记住2辈子了。而另外一点，一般的骗子往往喜欢 all in， 骗一把就走人，但钱月华反其道而行之，他长期与猎物保持着联系，以退为进，让对方主动为他花钱。而被骗后的王斌就要求钱月华做出赔偿，因为他认为自己已经把钱月华当成了家人，虽然在物质上没有损失，但精神损失非常严重。因为这件事情，家里人在全村人面前可以说是抬不起头，自己呢还成为了厂里的笑柄。每次大家闲聊时都会说，那个谁谁谁居然找了个男人做老婆，自己是实在无法忍受，最后就辞去了厂里的工作。作为一名非资深的案件博主，小云我呢见过很多女装大佬，他们大部分人的童年呢都比较特别，比如说都曾被当作女孩子对待，但是钱月华却不同，他童年的成长呢非常正常。他之所以会男扮女装，是因为此前他被女友抛弃，这才想着通过变成女装大佬尝试新的活法。他发现在感情的世界里，女性向男性提条件，被满足的几率非常高。既然打不过，那就加入，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。要是能够把这套模式给流水化，那还要什么白富美呢？老实人不香吗？实际上，在钱月华成为女装大佬之前，他就因为盗窃自行车多次被捕，被警察抓了好多次之后，就开始冒充军人，利用军人优先的社会规则，享受着多种优惠政策。几个男友看到他没用身份证，只用军官证就成功买到了车票，那自然也就认为女友的证件是真的。而在和张强的相处过程中，钱月华还说自己认识当地派出所的所长，但这只是事实的一部分。
当年抓捕他的民警只是在后来才晋升为所长。很快，警方就对钱月华的罪行提起了诉讼。监狱里，他虽然承认骗钱，但依然拒绝为张强的离婚背锅。他告诉记者，跟我交往的这些男人，不是我对不起他们，而是他们对不起我。假如我不是一个收入稳定的医生，他们根本不可能看上我。在交往过程中，这些男人也在算计着我，他们想通过一场婚姻改变他们自己的人生。他们也知道这是一场生意，只不过在这场生意中，他们赔了本，我赚了钱而已。受害者张强表示，钱月华这个人呢，会给人带来一种很奇怪的感觉，他不会直接跟你提要求，但是他会通过种种暗示，让你在不经意之间明白他的用意。如果当时不是因为钱月华，自己是万万不会和妻子离婚的。张强的原配妻子在离婚之后，就因为感情问题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。可是获悉前夫被骗的事情之后，她的抑郁症居然自动好了。据说现在很爱笑，每次提起前夫，她就忍不住笑。我是小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